包好的饺子万万不可直接放冰箱。今天教你一招，放多久都不粘脸，个个完好无损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饺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食，大多数爱吃饺子的朋友都会一次性多包一些放冰箱储存，慢慢吃。可总是容易出现这样一种情况，明明前一天晚上才包的饺子，然后放到冰箱中冷冻着，可第二天拿出来，饺子都粘连在一起了，而且煮的过程中每个饺子都破皮了，家人都不愿意吃。这明显保存饺子的方式不对。大家别看一个小小的饺子，其实保存它是有大技巧的。饺子到底如何保存才能不粘连不开裂呢？其实想要饺子不粘连，我们就不要让饺子表面有大量水汽聚集。为了帮助大家，我自己也实践了很多方法，后来我发现还是最传统的方法最实用。接下来就把这一招分享给大家。刚刚包好的饺子我们不要着急全部放入保鲜袋中，我们找一个托盘，将饺子整齐的摆入托盘内，然后将其放入到冰箱冷冻室中，耐心的冰冻1小时左右，直到饺子完全凝固住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取出来，这会儿来看看饺子，个个都冻成型了。饺子冻成型后根据自己平时一顿吃的量装入保鲜袋或者保鲜盒。如果饺子量大，还是装保鲜袋比较方便。装得多，冰箱也不会占用太多的空间。现在饺子个个都是独立的，并不会粘连在一起。只要不将其解冻，密封好，再次放入冷冻保存，这样不管冷冻多久都不用担心会冻裂破皮。这里强调一点，保存的冻饺不要反复解冻。在使用饺子之前我们应该避免反复解冻和冷冻。反复解冻会导致饺子水分散失，容易开裂。那按照今天分享的这个方法保存的饺子，全部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我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取出需要使用部分饺子，剩下的饺子就继续保存冷冻状态，一点都不会影响。想吃多少就取出来多少，是不是很方便很实用呢？为什么大家冷冻的饺子会粘连开裂呢？这是因为刚刚包好的饺子和冷冻室是有温差的，而且刚包好的饺子面皮柔软且湿润，将饺子放入冷冻室后，冷冻室中的冷气就会附着在饺子皮上，从而使饺子皮有细小的水珠。这些水珠会慢慢的进入面皮中，导致面皮膨胀，而饺子皮膨胀的过大就会粘连。这种饺子皮冰冻后还会开裂，所以包好的饺子万不可直接放冰箱。通过冷冻成型后取出装入保鲜袋，再次冷冻，这样饺子个个独立。虽然现在有速冻饺子盒，但比较占冰箱空间，除非有大冰箱。我们这个方法就多了一个步骤，但是给冰箱省了很多的空间呀。您学会了吗？像这样保存的饺子放多久都不粘连不开裂，一点都不夸张哦。虽然保存饺子的方法很重要，但是如何煮冻饺子也是有技巧的。如果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，饺子在煮的过程中还会破皮呢。接下来我就把煮冻饺子的技巧分享给大家，这样煮不破皮不开裂。最重要一点，吃起来和新鲜的水饺一样。首先锅中加水，往锅中加入1勺食盐，加盐可以增加饺子的筋性，不易开裂，不易破皮，经煮还有弹性。众所周知，新鲜的水饺需要水烧开了再下锅，但是对于冻水饺就不能等水开了再下锅。如果水开了下锅，由于沸水的冲击力强，饺子很容易破皮。但是如果冷水下锅，水饺在水里泡的时间过长，也很容易破皮的。所以说冷水下锅和沸水下锅都不对。我们要看锅底冒小泡了，看到水快要涨开的状态，这时就可以下入水饺啦。这个水温不但避免了冷热相撞，
同时饺子皮呢可以慢慢的吸收水分，就不会出现主动饺子开裂的情况。饺子全部放入锅中以后呢，轻轻用铲子推动，使饺子受热均匀，也避免出现粘锅的情况。水开后，我们往里边呢加入少许的冷水，再加点水。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就是三开饺子两开面，做饭还得靠经验。意思就是我们煮水饺的时候，要在锅开之后呢点3次水，这样水饺呢就煮熟了。所以当水再次展开后，我们再往里面呢加入100毫升清水进行点水。当我们将冷水倒入锅中后，水就会停止沸腾，锅中的温度呢也会下降一点。这个时候正在膨胀的饺子皮呢就会回缩，使它变得更加紧实。这样的饺子呢就不会出现破皮的情况了，而且还能避免煮饺子的汤汁变得浑浊，另外受热均匀，饺子馅呢也能熟得更彻底。所以这也正是点水的意义所在了。当水再次展开，我们进行第3次点水。这时我们再来准备汤底，碗中加入少许的紫菜，撕成小块。紫菜爽滑鲜嫩，用来包饺子和做汤呢都极其鲜美，并且紫菜不仅鲜美，还有紫气东来的好寓意。再加入1把虾皮提鲜，1把香菜，再加入适量的食盐，1勺生抽，半勺香醋，1勺猪油。这边水展开以后呢，我们盛出2勺汤来调汤底。这样调的汤呢，既鲜美又简单。不管煮新鲜饺子还是冻饺子，煮熟的标准都是饺子在锅内完全浮起，再煮半分钟左右，饺子呢就熟的差不多了。这样煮熟的冻饺子口感呢，和刚包的饺子一样好吃。现在就可以盛出来啦，用漏勺控水捞出，盛入碗中，搅拌搅拌即可享用。这样煮好的冻饺子个个完整，不破皮也不露馅，汤汁清清爽爽，口感和现包的一样好吃。所以下次煮水饺，您不妨也试试这个方法。保存水饺有技巧，煮冻饺更讲究方法。相信您看了今天的视频，也一定会觉得收获满满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。大家无论多忙多累，也要记得按时吃饭，保持健康饮食。如果你也喜欢这道美食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让我们共同拥有美好的生活。希望这个夏天，每个人都能够吃出幸福滋味。不要忘了关注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下期继续分享更多生活小妙招。我是乐乐妈，再见。